說國民黨降綱嗎？不是老說國民黨沒有改革嗎？越多人崩潰，鄭麗文去北京，就代表鄭麗文做對了什麼？今天美國就想把台灣拖下水，兩岸的和平是台灣人自己要去掌握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很難得看鄭麗文寄稿啊，而且據我所知，黨中央接到消息也沒有早多久，所以這個是相當於今天一早應該是在對台工作小組可能開會的時候，習大親自拍板，拍板完消息放出來，就直接風馳電掣的打到對岸來了。就從北京就直接通到台北來了。立文在2005年的時候，連戰主席邀請加入國民黨。你看哦，起手是講2005年，代表什麼意思？鄭麗文會來到國民黨，是因為連戰的邀請。因為什麼事而邀請呢？為的就是能夠協助連主席推動破冰歷史性的和平之旅。所以連胡會2005年，鄭麗文來到國民黨的初衷就是推動兩岸交流跟两岸和平，所以變的不是鄭麗文啊，變的從來不是鄭麗文啊。鄭麗文加入國民黨已經21年了，變的是國民黨裡面有些難以揣摩的人心啊，有些陰謀怪習啊。有人從去年11月1號到現在在選黨主席第2輪，當初不報名的現在都自己來報名了。而且面對這樣的狀況，有很多人的態度是什麼？所以2005年我隨團擔任發言人，是立文此生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人生第一次就是2005年，因為之前是在民進黨。鄭麗文呢19歲就開始搞學運社運，就跟民進黨一起混了，所以他是野百合世代裡面最年輕的，因為他19歲就大一就開始搞了，入學沒多久就開始搞這事了。你可以看他是非常有意思的，這是他親自跟我講的。時隔超過20年後的今天，是當年連戰主席的勇氣、決心跟格局，奠定了國共的平台，成為兩岸溝通的重要機制。這叫做第3次國共合作。連胡會開啟第3次國共合作，相當於是國共的正式和解。由連戰當時擔任主席之後，正式的跟當時的胡錦濤，他不是以中共國家主席的身份，他是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這是個對等接見。因為國共第2次內戰就在1945年，1945年之後一直到2005年啊，整整60年一個甲子啊，國共鬥得你死我活啊，一直到2005年一甲子之後，國共又再次和解，才開啟了這一波國共之間的橋梁。所以之後國民黨會給總書記當選拍賀電，共產黨會給國民黨黨主席當選拍賀電，邏輯就是這樣來的。為兩岸和平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隨之迎來了馬英九總統執政8年，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各方的交流互動。馬英九執政時期，鄭麗文當過行政院發言人。行政院發言人不要看他只是發言人哦，他其實是一級部會首長啊，因為他相當於是以前新聞局局長，所以當時呢也是語文機要，所以這也是鄭麗文的一個從政之一。當然，作為發言人啊，跟那種直接的主管事務的人還是有落差啦，所以一般會認為他的政治資歷比較薄弱，就是這樣來的。因為他在公職方面雖然都有歷練，但是整體來講不像是原生自國民黨的人啊有這麼深歷練。而且還有一個點，鄭麗文相對過去當黨主席的人年輕很多嘛，除了江啟臣，所以他當然歷練時間也比較短。再加上他前期是在民進黨，以及我們國際空間的全面開展。兩岸甚至非常罕見的外交休兵。當時外交休兵呢，曾經發生過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啊。在08到16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國家叫甘比亞，號稱神國，大陸叫岡比亞，在這個西部非洲啊，在這裡啊，一個很小的國家。然後他呢想要跟大陸建交，但是他們原本跟台北這邊是有建交的，他就擅自斷交，結果北京不接啊，北京不接啊，就有這種事情啊，不可思議。OK， 這是很詭異的事情哦，外交休兵，然後當時民進黨罵得要死，就北京拒絕啊，一直到什麼？一直到蔡英文上任之後呢，甘比亞才正式跟中國大陸建交啊。我跟你講啊，越多人反對鄭麗文去，就代表他做對了什麼了。越多人崩潰鄭麗文去北京，就代表鄭麗文做對了什麼。很簡單，觸動越多人的利益啊。那什麼叫觸動利益？就是現階段的現狀被改變了嘛，這叫觸動利益嘛。那這種觸動利益的背後，就是要改變現狀的力量。不是老說國民黨降綱嗎？不是老說國民黨沒有改革嗎？令人唏噓不已。距離上一次
中國國民黨主席訪問大陸已經時隔10年之久。國民黨整天被民進黨貼親中賣台，有沒有？結果自己的黨主席有10年吶，從洪秀柱之後，已經換了4個黨主席了。因此，今天立文希望為兩岸的和平穩定跨出成功的第一步，跟各位報告，從當年的連戰主席到馬英九總統，到今天鄭麗文的訪問大陸，我們都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那就是反對台獨，堅持9·2共識。這個用詞極其精準，反對台獨，堅持9·2共識。哇，這個用詞很精準哦，這用詞非常精準哦。什麼是9·2共識？一個中國，按同屬一個中國，各自以口頭的方式表述，叫做一中各表。但很久不講各表，為什麼？因為兩岸關係不好，各表就會消失；兩岸關係好，各表就會存在。為什麼？因為各表代表是兩岸分治的現狀，隱含着國家尚未統一這個概念。對老共來講呢，兩岸好的時候，兩岸分治的現狀無所謂，甚至可以拿出來做交流，讓整個中國更好。兩岸不好的時候，尤其民進黨執政，各表一定會消失。你越強調各表，民進黨越高興。他說：“你看，他把各表拿來當台獨用，所以大陸就會把各表消失、隱掉。”因為反對台獨，所以我們可以避免戰爭。反對台獨，避免戰爭，為什麼？分裂國家，自然而然叫做反分裂國家法，戰爭自然而然就會來嘛，這很正常嘛。台獨就是戰爭，戰爭就是台獨，就這麼簡單。因為9·2共識，我們可以締造和平。因此，今天立文的訪問中國大陸，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不增不減。繼續的在堅持9·2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我們要向台灣人民，也向全世界證明一件事情：兩岸不是終須一戰，兩岸不需要兵凶戰危，我們可以憑着自己的智慧跟努力，共同走出一條和平的康莊大道。兩岸有自己的路線，有自己的渠道。兩岸從來不是只有中美關係，兩岸有自己的兩岸關係，或更精確的講，台灣海峽兩岸叫小兩岸，太平洋兩岸叫大兩岸。小兩岸不代表要完全附屬於大兩岸，繼續聯動在大兩岸，很容易進入戰爭。為什麼？因為川普已經告訴你了，他想打哪就打哪，他發動啥就發動啥。你的領導人前部才在跟他談和平，才在跟他談達成協議，後一步他就把你的領導層全部炸死。這就是伊朗戰爭告訴我們的啟示啊！而且美國也不再是那個強大的美國啊。我們有選擇，兩岸的和平是台灣人自己要去掌握啊，台灣人要主動去創造啊。大陸已經把台灣擋在很多世界紛紛擾擾之外了，今天美國就想把台灣拖下水，還得過大陸這一關呢。可是你不能老是讓大陸覺得說他非得對你出重手，你才要高興。我覺得鄭麗文就是擔負起那個歷史使命啊。至於大陸要不要因為台灣開始有人努力的想扳倒民進黨，努力的做兩岸交流來創造和平，因為這個樣子就需要多給台灣人時間，我們就去要求，我覺得大可不必。如果大陸的同胞覺得因為這樣願意多給時間，我們就非常感謝同胞們的厚愛。如果沒有給時間，真的沒有做成功，兩岸就打起來了，那我們也盡力了。終於啊，我們等了好久，台灣的主流政治人物終於願意回應兩岸形勢的真實變化。大陸的長足的發展，中國已經是跟美國並列世界之巔，而且正在走上坡路。這件事是歷史事實，也是現狀事實。但是台灣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嘛？不是，台灣人被民進黨戳瞎了，用聾了，看不見了。所以我們放棄了，一天到晚想對抗。但其實只要擁抱兩岸的真實，自然可以搭建兩岸的和平橋樑啊！99年前的4月12號，穿越了99年後，到了今天的4月12號，就在他明年滿100年之前，等待了10年之久。繼洪秀柱之後，終於又一位國民黨黨主席能夠跟共產黨最高的領導人中共中央總書記來做見面。為了兩岸，為了區域的穩定，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們必須堅定地走出和平的道路。自從2005年連戰主席訪陸之後，9·2共識反對台獨就正式地寫入了中國國民黨的黨章。
章。9·2共識反對台獨是國民黨的 DNA， 所以今天有國民黨人到現在9·2共識講不出來，9·2共識要或不要，反對台獨是什麼講不清楚的，說不出來的，或者你在國民黨內比較有影響力的啊，在這邊懷疑9·2共識要換個名詞，你看國民黨多悲哀，前幾年多悲哀呀，你2005年寫入黨章的東西，結果你整天到晚在自我懷疑。我就問賴清德說要重啟核2、核3，反核變成返回核能，他有修改黨章嗎？他一樣高的，我們反核成功了。雖然不要臉，但是人家夠堅持啊，至少他掌握政治的3件要素嘛，堅持不要臉。我講一個很簡單的。國民黨會敗啊，不是敗在他的理念不清晰啊，不是敗在他沒有主義中心思想啊，不是敗在他沒有處理兩岸的議題能力，他是敗在什麼？敗在領導人的醬缸，敗在領導人的怯懦，敗在領導人的無能。從歷史看就是這個樣子，只是還怕人家講，每次講就一堆人出來洗地，講難聽一點啦，操俗辣啦！你不一定要選民進黨，但是你但凡學點孫總理的勇氣，就老蔣好了，老蔣不咋地，但人家至少一件事他也夠堅持嘛，也是做到中國最高領導人嘛，軟爛嘛，遇事就切割嘛，跟他幾十年，跟他10幾年，一點點懷疑，調查都不調查清楚，切割，因為他就覺得說你連一個最基本的鬥志都沒有啊！今天鄭麗文上來，堅持到最後拿超過50%的黨員票，靠的是堅持嗎？他有資源嗎？他有國民黨的政治資歷嗎？他有能量嗎？人家就贏了，說他贏了這個事情，也可以被歸類為所謂的正粉、無腦挺、不理性粉。誰不理性啊？自己沒有那個能力，懶得要死，整天只會出去指着別人罵。為什麼永遠對敵人仁慈，對自己的人溫柔？很簡單嘛，他打不贏敵人嘛，惡心你可以啊，不就是這個樣子？這就是中國國民黨一貫的兩岸路線，也在馬英九的8年證明了這是正確的路線。因此，秉持着黨章，它同時也是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跟精神。各位媒體朋友，所有關心國際局勢、兩岸未來的朋友們，不只是國民黨的黨章，也不只是中華民國憲法的明文規定，甚至於全世界都是奉行着一中政策跟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這裡有個關鍵哦，一中政策跟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講得非常非常的 clear。國民黨這個論述沒人敢講，後面還補上什麼？美國。包含我們長期的盟友美國也是不論任何一個政黨執政，都是表達了一貫而清楚的立場，因此符合了全世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基礎上面，相信大家都不願意看到台海成為動亂的來源。好，這裡真的是一個新的3段論哦，你真要講正能量，從這裡開始當正能量，反對台獨，堅持9·2共識，奉行一中政策，這個是什麼？3項是過去國民黨在做論述的時候，這個一中政策很少放進來，叫 One China Policy。全世界上啊，除了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建交的少數國家之外，絕大多數都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在建交。他們的建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確認你有沒有一中政策。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則 One China Principle 有一些不一樣，一中原則比較硬，一中政策呢它比較廣泛，就是它是 acknowledge 我認知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反對台獨或者是不支持台獨。就是這個概念，所以把這個東西給講出來，其實是為國民黨背書。所以長期以來一直有人說兩岸政策沒辦法對接國際，這不就對接國際了？因為你沒能力講清楚，所以你說做不到，所以你去跟隨民進黨的主張了，那是因為你的能力不好嘛，能力不好，下課換別人來啊，換別人來了就不要那麼靠北唧唧歪歪。人家有能力講清楚，你有能力講清楚嗎？自己講不清楚，看不清楚時代大勢，講不明了，講直白的，鄭麗文為什麼吸引人嘛？因為他勇於直球對決，你同不同意他是一回事，但人家就是能講、敢講，而且有內容，這是關鍵。那很直接啊，爽啊，道理就這麼簡單啊。包括華府在內，美國官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它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殷殷期盼，就是兩岸能夠透過對話
停止對抗，兩岸能夠溝通、交流、互動，避免惡意的上升，避免戰火的蔓延。所以今天我相信，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也是台灣主流民意的殷期盼。這些年來，台海甚至被國際媒體說成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我們希望4月的訪問能夠讓兩岸開始迎來何許溫暖的春天。從這一步開始，擴大彼此的善意，累積共同的互信。兩岸和平不只是台灣單方面，也是來自大陸、來自北京共同最高的期待。我們願意努力，為兩岸的和平、區域的穩定，甚至於是人類的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積極貢獻不只是台灣的努力，也是來自大陸的努力。所以這件事情，不管大陸老百姓怎麼想，至少來自習近平、來自中共的態度就是：當你願意努力，我也願意跟你一起努力。這個態度跟這樣的一個過程，會比我們作為民間人士單純的單方面的努力來得更給力，因為這是來自北京的力量，很重要哦，這非常重要。因為這多久以來，北京沒有回應來自台北方面政治人物的一個訴求。為什麼兩岸交流派可以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面？因為追求兩岸交流，並不會讓你帶來多少賺錢的機會，你還是得靠自己雙手去掙錢啊，你還是得靠自己的努力去擴展你自己的生活的內容啊，不是因為你說哎呀支持兩岸啊，錢就躺着進來了。兩岸交流不是立刻帶來紅利，兩岸交流是一種念想。什麼念想？大家希望民族不要內鬥，兄弟不要相殘，兩岸需要和平，台灣與大陸可以共榮，這是個念想。這個念想是出自於對兩岸真誠的愛，這念想是出自於對於我們整個中華兒女共同繁榮的願望。那親美是可以直接獲得利益的嘛？军火商給的是 dollar 嘛？讓全世界都能夠安心，不再擔心害怕兩岸會發生戰火。所以在这邊，我也要最後再次的感謝負責兩岸交流的本黨的2位副主席。張副主席、蕭副主席這一陣子辛苦了，也要感謝中共中央台辦宋濤主任，在這一段時間非常懇切、負責、積極、周到的努力的溝通跟安排。為什麼鄭麗文會說這個窗口是大開的？因為這個窗口是國台辦，當然這裡應該叫做央台辦、中央台辦，這一個機構2塊牌子，是宋濤直接跟蕭旭岑、張榮恭來進行溝通的，這個才是這件事裡面最大的貓膩，這叫做單一窗口，真正的窗口哦，這個事情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完成了國共的智庫論壇的交流，也在接下來馬上就要進行對中國大陸的訪問。所以啊，國共智庫交流。中國大陸訪問，鄭麗文跨出去，關鍵的一個意思。馬英九這一支兩岸牌已經被金溥聰徹底摧毀了，他自己也把自己摧毀了。可是，在這個馬英九過去交流的所有的 credit 送給了誰？送給了蕭旭岑。而蕭旭岑接上來之後，不僅得到大陸的肯認，也得到了鄭麗文的肯認。所以等於說，那蕭旭岑又作為鄭麗文的副手，而且可能是最緊密的副手了，又把這個 credit 這支旗又送回給了鄭麗文。對鄭麗文這個交流一旦順利的回來之後，未來兩岸交流也沒有馬英九的事情了，甚至更直白的說，未來台灣政壇也沒馬英九的事情了啦。馬英九已經在時代的洪流當中啊，都不叫江河日下了，沉若湖底。這個歷史大事，我知道有些人會說歷史哥你又在正能量了，你又在做正粉台了，你又在正向思考了。我知道，很多人他是不接受歷史大事，雖然這句話很不好。但是從歷史來看，有時候存在就是一種真理。我告訴你，交流有什麼用？交流是創造未來政治談判的空間，創造善意。所有的政治都是這樣，它都是用積累，一件一件積累開始。全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從來不願按照牌理出牌，那個叫做川普。可他就是他這樣幹。美國的
整個威信也不是立刻的解體。雖然一落千丈，但是沒有一落百萬丈，大家依然在期許一個沒有美國的美國秩序，或者更精確的說，沒有川普的美國秩序嘛。希望能夠為未來兩岸永續不變的和平奠定成功的第一步。謝謝大家。剛剛提到了有關於是否要見賴清德總統的部分。事實上，立文在就職黨主席的那一天，以及在過去這4個多月的過程當中，我一直不斷的向台灣社會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我們非常希望朝野能夠對話，朝野能夠理性的回歸政治運作的民主精神與常軌，因為台灣真的不能夠再惡鬥內耗下去了。所以對於兩岸的交流，對於兩岸的對話，我自然非常高度的期待台灣共同的願望，我們可以不分黨派的來促成和平對話跟交流。所以講到賴清德總統，我自然不管是行前或者是結束訪問之後，都非常願意與賴清德總統見面。我們有太多的結需要打開了，台灣不能夠再這樣無窮無盡的惡鬥下去。台灣人更在乎和平嘛，大陸人更在乎統一嘛，這很正常啊。所以要怎麼湊在一塊，這是關鍵。鄭主席所做的都是按照黨的精神、黨的歷史、黨的規章在走，誰要反對？你反對，你就是反對這個政黨的根本，這不就是個道理嗎？